my intention to run for a fourth term as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 won 3 times. Now I'm going to do it again. 2026年6月，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了一条友邦惊诧的消息，尽管要投入约 1.6 万亿美元维護成本，但因腐蚀、軟件功能不完整和零件產能遭遇挑戰，2025財年具備全面任務能力、隨時能戰的 F-35僅剩 25%， 可執行至少一項任務的基礎完好率也從21財年的 67% 驟降到去年的 44%， 目前仍在持續下滑。就在報告發布1個月內，前有 EA-18G 咆哮者空中交配，後有超級大黃蜂露營地墜機助興，還有 B-52 俯衝跑道墜毀，離譜事故那是一個接一個呀。我統計了一下，過去4年天兵平均每18天摔一架戰機，而今年前6個月已經摔了2位數。大家好，我是音樂區 UP 星辰，不知道屏幕前小夥伴現在看美軍墜機新聞是啥感覺？反正我是這樣的，怎麼又摔了？哎，不對啊，摔的不是 F-18嗎？哪個營銷號造謠 B-52 的？我操，還真是 B-52！ 哎，不對，今天幾號來着？說實話，我真沒想到這種冷門題材居然能讓我出番外篇。好啊，今天咱們就來盤一盤史密斯專員嚴選佳品，軍工巨頭的金融利器，新時代3期全能專家，印度斯坦航空一生之敵，美利堅天兵的離奇墜機。6月15日，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的一架 B-52 戰略轟炸機例行測試時不慎墜毀。小提一嘴， B-52 綽號同溫層堡壘，曾作為地毯式轟炸的鼻祖，在越南戰爭一戰聞名，同時它還是美軍空射核彈的核力量支柱之一。更巧的是，不到24小時前，毛子剛摔完，大毛表示我先幹了啊，啪，摔一架图 22M， 老美說夠哥們兒，我也走一個，啪，摔一架 B-52， 一對苦命鳶鸯啊。不過俄羅斯機組人員起碼彈射逃生了， B-52 則是8人團滅，這一下真就 Mamba out。 我沒記錯的話， B-52 機組不是5個人嗎？上站票了。當然了，這不是重點，問題的關鍵在於墜機原因及連鎖反應，太糟心了。據官方說法，墜機存在3種可能，首先是機密太撈啊 ，B-52 首飛於1952年。如果大家對這個點沒啥印象，我換種說法，那時美國總統叫杜魯門。說實話，誰再說美軍沒有鋼鐵意志，我跟誰急啊？因為墜的 B-52 上不僅有軍人、政府雇員，還有2名波音工程師，他們是真有勇氣坐上一架某賺都懶得回收的60多歲老爺機呀。可能有人會說啊，轟六也老啊，但咱六爺面相顯老，全身都是新零件啊。服役最老的轟六 F 也是90年代末出品，而美軍全部76架 B-52H 最年輕的是1962年交付的剩遗物，設計壽命早超了。你以為這就完了？像星辰我這種打過醬油的製造業菜鳥都知道一個行規，老機器能動時千萬別瞎鼓捣啊！美國人不信邪呀。2020年波音表示這機哪裡老了，這機可太棒了，升級接着用啊！決定將 B-52H 換裝羅羅的新發動機，加裝航電設備和有源相空陣雷達，改名 B-52G 後將服役週期延到21世紀50年代。對的，2050年，屆時啊，它將成為全球首款100年老機。那會兒我估計還沒退休吧，你們記得催更哈。不是誰家裝備升級拿老古董頭疼啊，但沒法子，為了省錢，生產線早關了。這裡我必須給毛子道個歉啊，不該嘲諷你考古科研，畢竟毛子是真手搓重啟了图160生產線。先別急着打問號，眾所周知，想讓美軍項目不延期的難度不亞於星辰我日更。B-52改造不出意外的出了點小意外，測試逾期，預算超支，進度滯後。換發動機從125億美元漲到150億，新雷達從23億飆到33億，交付也延到2030年後。一時間，國會老爺紛紛發出尖銳報名，眼瞅着還沒改完就可以原地退役了。問責局緊急下場，咱波音的兄弟姐妹能不能給走個面？咱美軍8000多億美元預算，哎，您受累啊，把這第一波飛機造出來，咱就有了。可惜的是，史密斯专员還是太勤奮了，環境認證、零件採購和軟件開發均遭遇挑戰。最核心的是，新雷達塞進 B-52的機頭也有點困難，最後塞是塞進去了，但氣動外形都變了。等到25年12月，好消息傳來，升了啊！波音成功交付首架改造的新雷達測試機，今年5月通過關鍵評審，確定了最終設計，準備開測。
哎，您猜怎麼着？6月落地成盒的正是這架唯一的測試機。如果不是屏障啊，那我只能理解成為了觸發哀兵必勝的 buff。啥？你問新飛機啊？對，按說美國軍費已超1萬億美元，但裝備換代為啥極其緩慢呢？原因有二，首先是軍工複合體與史密斯專員強聯合，你不拿，我怎麼拿？巨頭們賺錢的奧秘不是推銷新武器，而是盡量延長老裝備的服役期，這樣就能通過維修保養持續獲得訂單。比如五角大楼斥資5000億美元向洛馬訂購了約2400架 F-35，但後續升級維護預計1.6萬億。再如2023年國會出台的國防授權法案，禁止海軍裁撤25架咆哮者，哪怕節省8億美元開支也不行。还有列裝50多年的 A10 攻擊機退役方案屢遭國會否決，理由是避免空中力量出現裝備缺口，其次造不出來。這就不得不提示波音出品最新最昂貴的加油機 KC-46。拋開延期超支、交付速度慢，19年因貨艙地板的锁扣鬆脫被禁止運貨，20年發現燃油過度洩漏且油箱內有不明碎片，23年又發現輸油硬管會破壞受油機隱身塗層，25年還發現2架新加油機存在結構性裂縫。等故障不談啊，今年再度爆出因設計缺陷導致2起價值數百萬的伸縮臂加油釣竿從飛機上意外脫落掉入大海。沒法子，天兵還是只得讓他60歲的爺爺 KC-135繼續挑大梁。很自然的，今年3月一架 KC-135在伊拉克墜毀。好了，現在可以彈幕打問號了。這種症狀應該掛什麼科呢？打 music。嚕啦嚕啦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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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敢大聲音，鼓掌要使勁。我要造飛機，進度不提，交付不提，漏洞不提，事故不提，缺陷不提，吸毒不提，經費必須提。研發難產又嘴急，我真的佩服我自己。心雷達也沒問題，零件驅動大買個代替。稀土管制好可惜，那只好外包給印度裔。政治陷阱大手筆，這就是民主的魅力。天馬嘎呼啦啦啦啦啦，幻想美帝。要繼續演戲，糊弄 PPT， 人人哪高興，別輸在海濱。國會拍馬屁，演戲要用力，為了利益，撈錢到底。你說飛機老就算了，那飛行員總該靠譜吧？來，咱一起欣賞下天兵操作。先看赫赫有名的 B-52墜機。哦吼，這旱地拔蔥的姿勢，飛行員不會是戰雷玩多了吧？類似案例不止這一起。22年1月 F-35降落時一頭栽到南海溜達的卡爾文森號甲板上，造成7人受傷。調查發現，原因竟是新手飛行員着艦操作失誤。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啊。還有2023年美國911接到報警，此人自稱是一名飛行員，說是弄丟了一架 F-35。請注意啊，我不是在講段子。據48歲的飛行員查爾斯描述，當天 F-35的先進頭盔顯示系統曾3次斷電失靈，隨後主顯示器、飛控系統、航電設備、導航 GPS 通信也接連故障。飛一半，他被迫直接跳傘，任由飛機獨自飛了12分鐘。最搞笑的是啊，由於應答器失效，美軍焦頭爛額搜了30多個小時才找到墜機點。經過調查，軍方認定是飛行員錯誤判定，慌亂中從還能駕駛的飛機上逃生，但飛行員指責軍方甩鍋，至今雙方還在口水戰。別急，還有高手呢！第999代電子戰機 EA-36GG 誕生的名場面，請看 VCR。春天來了，萬物復甦，又到了動物們繁殖的季節。
5月，两架 EA-18G 在愛達荷州航展的飛行表演中合體失敗，還生了4個寶寶。說實話，我一度以為是 AI 整活呢，來回看了幾遍才確認，真是 EA-18G。要知道 EA-18G 比 F-22還金貴，更何況它是個航母專用的電子戰機，你拿這玩意兒玩低空特技，讓它表演個啥？跟戰鬥機狗鬥嗎？你咋不開邁巴赫離地呢？當然了，史密斯專員有話說了，打仗我不懂，報銷你不懂。我不小心查了下，屬實是少見多怪了。從24年開始，咆哮者穩定每年墜毀一架，今年算超額完成 KPI。24年墜機2位飛行員遇難，原因至今未明。25年呢倒是沒死人，摔法相當喜感，那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啊！自此，咆哮者成功喜提聖迭戈灣潛水艇的威名。原因說是人為失誤，那怎麼人為呢？我念段調查原文啊。原定執行任務的 EA-18G 因發動機燃油洩漏，只能啟用備用機，但飛行員對備用機部分軟件不熟，操作經驗不足，導致空中加油時觸發警告。返回基地着陸時，因遇上未預料的惡劣天氣，遭遇了跑道濕滑和順風降落的雙重挑戰，並使用不合適氣動減速，最終被迫棄機逃生。各位聽懂請掌聲。沒明白？那我翻譯一下啊，塔台指揮啥也不是，菜鳥飛行員狗屁不會。狀態危險的飛機摔得四處都是，這就是成語危機四伏的來源。彈幕裡的吳彥祖可能要說了，菜就多練嘛，但如果訓練教練機也墜機，閣下又該如何應對呢？5月26日，一架 T-45C 海軍艦載教練機突發故障墜毀。就在10多天前，空軍的一架 T-38 教練機也剛墜了。要知道教練機啊，可是專門給菜鳥飛行員訓練的，這還得了？為了徹底排查隱患，美軍緊急叫停所有訓練任務，對全部教練機停飛檢查。為啥會這樣呢？很簡單，教練機也老了。T-45是馬上40年的冷戰剩遺物，2017年就因多起高空供氧不足，引發飛行員休克墜機，導致100多名飛行教官集體罷飛。好消息是，今年4月，海軍發布了新教練機的最終招標書，預計很快選定供應商。壞消息是，供應商還是老朋友，波音洛馬2選1。好消息是 T-45C 並不是最老的，空軍的 T-38已有67年之久。沒錯，還有高手。至於海軍啥時候能用上新教練機呢？大家可以從空軍的 T-7管中窺報下。2003年籌備，2015年招標，2018年正式與波音簽約，2022年首架量產原型機首飛。怎麼樣，夠快了吧？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這玩意兒純屬慢工出爛活，快則一大坨。21年爆出零件短缺、機翼搖晃等問題，1年後再爆出彈射座椅和飞控也有故障。不同身高體重的飛行員逃生時，座椅可能對其造成傷害。你這圖啥呢？圖160嗎？今年6月更離譜啊！這款波音出品的佳品被軍方鑑定為存在嚴重適航風險，甚至無法雨中飛行。去年咱聊過，海軍用保鮮膜修軍艦，現在空軍正在用膠帶粘飛機。由於外部檢修口蓋密封不嚴，可能導致雨水滲入，於是空軍氣候測試時不得不用膠帶密封處理。好家伙，鑑定為防水等級不如我的榮耀 Magic V6。目前僅波音的印度班加羅爾技術中心就1.4萬名印度員工，大家可以盡情期待下研發進度和事故頻率吧。忘說了，目前美軍飛行員月均飛行時間僅10小時，比被封鎖的古巴還少。為了節省昂貴的燃油成本，天兵正計劃使用更多模擬器模擬訓練。我有一計，實在不行讓天兵組隊去打戰地6吧，還能順便模擬登陸作戰。雖然部隊缺少訓練，維修差個零件，意外事故連篇，偶爾撞上軍艦，墜機打卡3年，研發停滯不前，一問處處要錢，一查坑坑要填，但離譜維護才是壓倒稻草的最後一隻駱駝。遠的不說，讓我們回到2021年7月，空軍作戰司令部公布了一起 F-22失控墜毀的調查報告。很簡單，這飛機是被洗壞的，負責維護的天兵直接用水管對着起落架艙室噴水，導致飛控失靈。啥？你問為啥不好好洗？問責局統計發現，維修基地也面臨飛機老化和工人短缺的雙重挑戰。2019年31%的飛機未能按時完成維修，2024年飆到74%。畢竟
定飛機故障率，不講自由民主口號，只講實打實的財力投入，效果呢也相當顯著。2022年，一架 B2降落時液壓系統洩漏，再加上起落架設計存在缺陷，觸地後衝出跑道，進而油箱破裂，燃油洩漏並引發大火。隨後機場消防指揮官果斷選擇用水滅火，而不是泡沫滅火劑，導致火勢迅速蔓延，最終這架 B2報廢，損失3億美刀。25年1月，阿拉斯加基地的一 F-35以落葉飄姿態墜毀。經過7個月調查，美軍公布的事故原因：地勤出現嚴重事故，維護飛機的液壓油桶內居然有1/3都是水，引發連鎖反應，導致前起落架在起飛時因結冰未能收起。本來這不是致命問題，但飛行員緊急降落時 ，F-35飛控設計也發現缺陷，航電系統因結冰凍住起落架，飛控錯誤判斷已着陸，隨即自動切換成地面控制模式，但此時呢，戰機實際還在空中，最終飛行員被迫彈射。怎麼說呢？這個事故原因聽着就很印度。至於 F-35更不用說，整個項目就是一坨屎山吶，在拉胯維護的襯托下，臭味更顯了。6月23號 ，F-35辦公室主任接受國會質詢時表示，6架沒有雷達的 F-35已正式交付海軍陸戰隊，並且沒有雷達交付的情況可能數年內不會改變。是的，就是前面因為新雷達不匹配，拿配重塊替代的玩意兒，居然真交付了。感謝馬勝開源，天兵也用上了純視覺方案。雷達只是小問題，大問題正是開篇提到的僅25%F-35具備完全作戰能力。对此，主管大人痛批純屬謠言，是問責局缺乏專業知識，並骄傲表示，按我們聯合辦公室的計算方法，任務可用率高達56%。不過他也承認，沒有雷達的 F-35可能具備完全作戰能力，但具備完全作戰能力不太可能。至於洛馬去年發現 F-35供應商無法生產足夠的48個零部件，此前問責局將座艙蓋缺貨列為戰機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及後續空軍海軍也將接收沒有雷達的 F-35。嗨，我就不說了，不出意外的話，首批裝備新雷達的 F-35預計2028年交付。最後咱們一起看看天兵今年的墜機事故有多豐富多彩吧。3月，一架 KC-135加油機在伊拉克墜毀。4月，一架 F-15E、一架 A-10在同一天先後在霍爾木茲海峽墜機。5月，2架咆哮者參加航展時相撞。6月9號，阿帕奇墜毀。13號，一架大黃蜂在本土撞山。15號，B-52墜機。22日，阿拉斯加海岸警衛隊直升機墜機。7月1號，海鷹直升機也掉了。此處我有一聯，上聯經費投入不斷，研發生產各個挑戰，下聯計劃大展宏圖，訓練保養樣樣不足。2025年五角大樓數據顯示，過去5年軍用飛機發生嚴重事故的次數激增55%，總計造成89架軍機毀壞，90人喪生和近100億美元的損失。據不完全統計，2026世界摔飛機大賽，美國已超30架的加機碾壓印度。以後不要說什麼美國印度化人，印度真沒這麼離譜 ，Only USA can do。哎呀，寫到這裡我都累了。一言以蔽之心急造得慢，又不想讓編隊縮水，只能讓老爺機硬扛，飛行員飛不起來，地勤修不明白，再疊加設計故障，缺乏訓練，專員撈錢，一根筋變兩頭堵，兩頭堵成四面漏，最後只能飛得越多掉得越多，掉得越多飛得越少，所以飛得越多飛得越少。至於這種損耗會不會成為拖住美軍的無底洞，2026年下半年史密斯專員還能創造多少 KPI， 後續的事兒我們還得看後續。我是星辰，我們下期再見。 8th, day 9 of the war. On 60 Minutes, you assured the American people of Iranian surrender. Does that remain your prediction? Ultimately, Iran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to threat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at has been the objective, and it remains so. So just to review, you will not answer as you sit here and ask for tens of billions more for the conflict. Senator's time.